你们好，我是 Erin。我今天求职特辑的第一集就是邀请到我人资招募专业的好朋友，那有2位啦。那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好，我是建豪 ，HR 有做过招募的经验，total 2年半。2年半的招募经验，所以你的工作就是负责履历的审核这些吗？对，其实是一整个行程。那这位是我朋友，之前在微风南山遇到，已经做人资几年了？我做人资总共4年。我这2位朋友都是在大公司的资深人资专家，所以我们这集就来分享一下，说就是在履历的撰写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东西。调一下，应该调一下。那我们直接一开始就进入比较刺激的，什么样的履历会一开始就被刷掉？我觉得就是图文不符。图文不符，你说他的照片吗？因为我们在看104履历，其实很快速都做 review，然后你看到好像不错，点进去发现没写什么东西，等等。因为我们很希望看到求职者满满的介绍自己，可是有的人。他可能原本的学经历是非常不错的，看起来很不错，可是点进去他发现没写什么东西去讲自己，那我也没时间进一步更认识他，我就觉得那没办法。哦，所以他可能就是只写基本的履历，但是却没有写自我介绍的部分。对，所以其实自传的部分也非常重要。对。那第二个呢？这个求职者到底符不符合我这次开缺的这个工作？对我讲的夸张一点好了，假设我今天要找一个厨师，可他是游泳教练来应征，你就会觉得因为现在是校园征才期间嘛，所以其实很多学生也没有什么相关的背景经验。那这个时候是会看科系咯？会，一定会看科系。就如果我们是要找财经领域专才的人，那如果你是出现不同学院的人，那我们多少会需要更花多久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这部分的专业。再延伸前面2个的答案，我觉得让人家一看上去有一个专业的感觉很重要。专业的感觉，那要怎么样看起来会有专业的感觉？就是现在坊间会有很多那种拍摄专业的证件照啦，或者是求职照，我觉得这个很直接的一件事情。你就说面相咯？对，也不是面相，面相太肤浅了。因为很多人会直接这样自拍照，然后就上传，或是很黑的。你说求职的照片是自拍照？对，或是学士照。对，学士照也不行吗？学士照对学生初步而言我们还可以啦，或是有人放。比方说去跟国外的景点拍照，对，那种放自拍照啊，风景很大，人很小。我觉得还是可以强调，就是其实国外的履历是都比较不放照片的，但台湾的这个市场还是会看这个部分。那我们以 HR 很快速的直观而言，就是你怎么放了自拍照，或者是你去跟大笨钟的合照，或者这样。我还看过跟别人的合照。对。真的假的？所以其实这个是就是不合格的证件照这件事情是很普遍的吗？对，所以反其道而行，就是如果你在专业的给人家专业的形象，那马上就跳脱出来。那这样子我听起来是不是其实照片反而是最开始的第一印象？会，也算，因为像104它后台就是直接照片会先看到。对，照片学经历，那我们就一目了然。对，所以其实证件照超重要的。很重要，有的很商业的一些那个求职照片，它是比方说他的肩很有自信的，对，斜拍的，对，或者是就是女生也会是双手摆前面，就是有个套装那种感觉，就很好，我们就是要找这种给人家专业的印象的人。那如果说有点生活的那种完美照呢？是要看产业啊。如果你的产业是，比方说快速跟人比较要 close 的，比方说要服务对方啦，那还可以接受。行销人员，对。所以你们会比较重视有专业的感觉的。对。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履历最重要的3个，就是完美的证件照，然后不要图文不符，就是自传的时候努力多写一点。然后第3个就是我们的经历跟他的职缺有没有相符这样子。那我们刚才讲到这3个很重要，其中一个是自传嘛。我觉得自传是很多人在写履历的时候最困扰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自传会是你们觉得不太 OK 的？我觉得讲得太虚浮的那一种就不 OK， 因为我们要从你的履历更认识你，结果你会讲的好像我会很努力，或是我很厉害，或者是这部分我做得很好，就我觉得这个太不精准了。他没有个例子去支撑他的论点。反其道而行，有的人就写得很精准。比方说，我在这个工作达成了多少目标，我做了什么行销案，那在网络上的浏览率非常的高。学生的话虽然没什么工作经验，可是他们一定会有社团啊、打工、实习，那这些东西综合起来，他可以写得更具体化一点。那如果说这个学生他在学校很认真念书，对，他就没有什么很多其他打工或者是实习经验的话，那怎么办？可是我觉得现在
成绩真的不是100%的重要，是你在成绩之外，你有多少的机会取得你觉得对自己很重要的成就这件事情。除非我们这个工作它要求一定要有，比方说要考过会计啦，那你的财务分数啦，而且会不会比较出来？就是有的同学他又会玩又会念书，那这个同学就只会念书，那有的同学比较不会玩也不会念书，那其实差距是有点像 M 型社会这样。那我们刚才讲到履历3个最重要的要件之后，我们现在要来进行就是自传的部分。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先来聊聊看你们有看过觉得很常见又觉得很不 OK 的自传。我讲太贪心跟太唠叨。太贪心是什么样的状况？太贪心就是你什么都想加进去啊，但我其实不想那么了解。有一种状况就是把你从小的学历都写出来，但是如果你写我是风纪股长、卫生股长、副班长，这真的有点尴尬。其实我觉得很多上课的学生很聪明哦，他会去研究说怎么让 HR 看就会眼睛一亮的履历，比方说他直接把他最厉害的东西丢在最前端。所以我们就好奇了，开始看他履历了，那他最后再慢慢收尾就好。可是有的人是从我国小，我高中念什么，对时间序，反正这种太复杂了，对编年史，像历史学家这样。编年史，我自己的自传的这样，真的是自传回顾，对提醒。所以我们在写履历的时候，不要去照着时间顺序，而是把自己最想要表达、最重要的东西放在第一段。对。而且我看很多人会写他星座是什么，然后血型是什么，他的兴趣是看电影啊、旅游啊，有点像是交友的自我介绍。我刚才也想到这个，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一些市面上的知识履历，它其实把最不重要的写在最前面跟最后面，最前面是家庭状况，最后面是你个人有没有其他补充、兴趣什么的。其实重点是中间那一段。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写履历的话，你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下你的第一段会怎么写，简单讲一下。好啊，虽然没工作经验，可是你可能要思考什么东西跟工作最相关，所以可能是实习的专案啊，或是打工上获得什么成就，这种可以先写。但是如果说他的打工或者实习跟这份工作没关系呢？那你就不要写。还是找到一些点去跟你这个工作做结合。因为你们是金融业嘛，那我就想到说，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有做过那个天人茗茶打工，那我要怎么在这边跟金融业可以做结合？你说你有一个天人茗茶打工经验，要进到金融业吗？对。我觉得你就 focus 在服务性质的工作。你在对应客户的时候获得很多赞美，那主管也因此帮你加薪，就肯定你，而且希望你长期留任，什么都可以写啊。对啊，就是你还是可以找到你的实习跟你打工跟工作有接近的东西。其实我有一句公道话，就是想要特别分享，是说你们现在要写履历，代表说你们已经大4了嘛。可是其实履历上面写的东西都是靠之前的累积，都不是现在开始准备。这个很重要，就是你没办法靠临时抱佛脚来觉得可以应征上这个工作，你的努力能够累积。对，所以其实真正要开始找工作的话，其实我觉得大3开始就要。或是大1进去就可以多参加一些活动。对。那理想的自传大概是几页呢？其实我觉得就1到2页啦。其实自传有个重点，就是说要写具体可以衡量的结果，而不是你在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像这样的感觉。对。还有一些小细节吧，比方说错字。然后错字，那就是国文能力。就是还是蛮多主管会 care 这个。他说为什么你错了哪些字会跳出来？对，因为他觉得你以后代表你工作可能不细心，就是你连写自传都写错字，没有检测到。对，然后好写好就拿给其他人看一下。对，然后还有一个是真实性啊，不要碰红，就是你写的好像很厉害，做了什么事情，结果主管一问答不出来。就是第一关会过，但是面试的时候还是会啪康这样。对，尤其是越面试到更高层的主管，他们会更犀利一点。那最后一个会想要问说，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他的科系跟这个职位的相关性很重要吗？因为比如说，我觉得还蛮多人高中念大学的时候，他当时就填了，他也不晓得自己喜欢什么。我们虽然是金融业，但是也害了很多非金融背景的学生嘛。对啊，我们甚至连储备干部也有政治系的。对，可是他可以透过他的努力或什么都去达到那个水准。现在有个趋势是你有一个作品集的感觉，比方说他不是行销背景好了，可是他以前有在实习啊，或者是打工的时候有做过一些简报，那或是广告，这个东西是能够对外的，而且做得很漂亮，因为我们会觉得不错啊，也可以试看行销。那我们最后履历啊，有没有其他是你们很常见的，就是大家最容易发生的错误？我讲一个超容易发生的，就是在104上，因为它就是一个履历的公版，那你那个公版可以寄给不同的公司，对，所以我们这个公司突然收到了你上面写
你好，我想应征叉叉叉公司的。他说这是给我们的吗？啊，但是他是投到你们那边去，就是有会见到这种，这保证就是，因为很不细心。因为像是以我之前找工作的状况，其实我会每一家公司写的履历也都不一样，不只是改那个抬头。对啊，就要这样克制。因为104它是让我们有一个公版的履历，你可以每一家都投一样的，但是这样的效果应该不太好。对，就代表说你没有特别针对这个职务做研究，就很像是那个交友软体，每个都写嗨，我可以认识你。一次传100个人。对。那我们求职特辑的履历攻略篇大概就到这边啦。那我这2位朋友也在他们公司进行那个校园征才的招募，对不对？对。那你要不要宣传一下？好啊，我们是大家都认识的大树集团，黄黄绿绿的那个。然后今年很特别，我们不止主打储备干部啦、业务人才，我们还打数位科技人才，30-40个缺，但是可以招募200-300个人进来，新鲜人。新鲜人200-300个人，这样超棒的哎！对啊。好，那我就把大树集团的网页资讯放在下面的影片资讯栏，你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应征哦。那今天影片分享都到这边啦，也感谢大树集团的2位我的人资朋友来这边跟我们分享。那如果说你们有任何想要问 HR 相关的资讯，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哦。他们有看到的话，有空会来回，对不对？没错。耶！那我们求职特辑还有续集就是面试篇，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那如果觉得今天的履历攻略实用的话，也欢迎你们把影片分享给要和你一起求职的好朋友们。那我们就很快下个影片见啦，拜拜！拜拜，订阅。欧巴眼镜，对啊，欧巴眼镜，而且欧巴的德文外套，欧巴的下巴。好，我们马上回来，我们回来。